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强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呢，是大家老师前2天刚刚收到手里的，就曾经梦寐以求、求而不得的真人电影线第2部推出的这个堕落金刚。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眼尖一下就看出来，咦，你这个堕落怎么跟我在二手平台上或者跟我在手里收的那个美版变2原版的那2个堕落，什么红的黑的黑里带红红里带黑那2个版本不一样的？对的兄弟，就真不一样。就还记得大家老师曾经说过，我们嘴里面天天说的那个变形金刚2真人电影线玩具是最辉煌的时候简直辉煌的不得了，指的就是真人电影线第2部出之后，注意是电影出之后的玩具，不是跟电影同时出的玩具，是在电影上映之后官方推出的玩具，以及变3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差不多小2年时间出的这么一些玩具是我们嘴里面天天说的简直牛逼的不行的玩具。他们就有一个特点，有一方面设计好，另外一方面后续又改了改造型，就多少修复了一些东西，就很优秀。你这个堕落金刚就是那条线出的，也不能说那条线出的，是那个时间段出的，它自己是一个产品线，那个产品线叫什么名字来？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想想追猎霸天虎 HFTD。就你可能对追猎霸天虎印象不深，但 HFTD 有一点点印象，那我给大家就加强一下记忆力。这条产品线有一个产品是，我不能说一个吧，就这么几个产品，我一说出来大家就直接原来是这个产品线是吧？一个是什么？变2低级别战刃大黄蜂兄弟，这就是 HFTD 产品线出的模具改模改出来的，赢麻了兄弟。还有什么呢？2个 L 级。一个是美版独占的战损双钩擎天柱，就那个身上带点污渍，脸上乌漆麻黑，然后弹射就是手臂上那个弹射给的是钩子的那个版本，也是这条产品线改的。还有一个是这条产品线原本的模具我要是没记错是这条产品线先出的，那就是09L 级红蜘蛛。09L 级红蜘蛛兄弟们无敌，这模具虽然说后续有 MTM10 把它一拳打死了，但不管怎么说，哥们儿，我这正儿八经曾经 MTM01开篇之作，所以说是吧，一下子这条产品线就很有含金量。这堕落金刚就这条产品线的，这官方呢也是知道这电影出了之后，哥们儿这个造型跟电影里对不上那怎么办呢？改模吧，改模完之后出了这个玩具，还能骗钱结果就导致这个模具妈的货也少，价格还死贵。我这么多年我想搞一个，我不起步300-400块，全新800-900块，你把我当海子钓所以其实这一期视频说了这么多呢，还有一方除了给大家大概讲一下这个屌东西所在的这个时间线瞎胡咧咧一篇之后呢，就是跟大家说不要觉得说这玩意儿是吧挺还原还是老物，感觉挺不赖的就咬咬牙搞一手给你，真没必要搞。就他也其实就只是换了个手，换了个头雕，以及配件多了一个棍子。那我这个版本是没有棍子的，我图便宜买的是只有主体的版本。那个棍子呢好像是个软胶件，质量造型都不咋地。好在这个 SS 的版本是吧，又长又长，所以拿着也能用是吧？凑合大家说一下。继续讲回这个玩具本身它的这个改模呢主要集中在面部面部可以看得出来就还原度就很高了跟电影里的这个效果挺好，就差不多了，跟电影里的效果已经非常接近了，差不多了。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人觉得，这头雕是还原度挺高的，更想买了。我这么跟你讲，兄弟，目前在二手市场上官方出那个 SS 就 SS 堕落金刚还原度造型刻画，它除了那个 SS 除了没有腰钻之外，把这个老东西吊起来打，你头上细节跟那个 SS 又没得比，更别说虽然说多了一个把头盔摘下来的玩法，但这个面罩摘下去之后，这个脸是真的好疼兄弟，好疼而且莫名其妙张这个嘴里面不知道是个啥东西，看起来丑的一逼。而且更悲伤的就是我到手拽的时候就直接把面罩下面的第2个卡扣拽掉了，10分甚至9分的绝望。南梦兄弟真绝望老玩意材质是真不行，你更别说这种小毛病。玩了一圈之后，它这里是一个，这里的零件有点像软胶，但是软胶又有些不太可能。我目前把它归纳为很硬的软胶硬胶，就它这里用的还是那个塑料研磨关节，就直接把这里撑开了个口子，另外一边呢没撑开口子，这地方紧的一逼。然后还有哪里有问题呢？对，就这个手指，这手指也不知道为啥各种白痕，然后这边呢甚至还断过一次。
我用胶水沾了沾啊，胶水沾的这个痕迹还在啊。总而言之，这个改模的版本质量是真挺堪忧的。我玩我之前的2个老版本啊，玩2圈，我玩2年我都没发现有各种各样那种小毛病啊。对了，还有哪里裂了？这里也裂了，这里也有个裂纹，我离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版本虽然改模改的挺好的，但确实是质量有点堪忧。还是那句话，阳寿到期了。这边是不是也裂了啊？对的，你看这肩膀上联动的这个位置也白痕也裂了。我打火机呢？是录视频的时候是不是不能漏打火机啊？哦，那我说管他呢。这里给大家正好教一下一个这个修复玩具白痕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打火机，随便哪种打火机都行，对着这个白痕的地方快速按2下，非常快啊，就快速按2下，能10分甚至9分有效的啊去除这个白痕啊。这里的再来2下，这个效果会好一点啊，是吧？这个白痕就只剩一点印了，只能说缓解啊，具体缓解多少就见仁见智了。那造型就是这个样子，改模的该说的也都说过了啊。玩法这里的话提一嘴吧，原版的话你把脑袋掰开呢，它是嘣弹出来2个这个透明件的片片的，这是一个玩法。那现在这个版本呢是没有这个玩法了，但至少是脑袋也没有那个弹簧就强制你就扣在这里了，它是有可动性的。就这里是一个球关节，虽然说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有点干涉到可动了，但这个球关节确实是能左右摆一摆，是有点可动的。然后另外这个手呢也是可动手，你可以把它伸开缩回去，但我个人建议是不要这么玩，因为是真的会别断的。我就已经别断一根手指了，十分的难崩。然后还有这里，我之前讲那个老物堕落啊，就更早的那个官方的不太还原的版本啊，原模那红色的。我说的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视频，管它呢。就是这个地方，我是以为是2个零件啊，后来才知道啊，这里是个联动啊，你推这里是可以把这个零件给它带出来的啊，这也算是个玩法。但这个联动质量也挺一般的，它那个小凸起会滑出来啊，并且掰的时候因为是硬拽的嘛，它是把这个零件给它提上来的，所以说对这个部分是有一些压力的，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还有啥玩法？没啥玩法了。我总不能说啊，跟那个07威震天一样，我把这个脚收起来，它自动会收，这个傻逼弹簧鸟玩起来巨难受的这个设计，也算是玩法吧？对吗？不对的，对吗？不对的，反正就这么个东西啊。这里啊，最后提一嘴啊，这人形态讲造型，最后再提一嘴，就在这个地方。这可以连到一起的，更加还原电影里的那个造型，但连到一起之后就一点可动性都没有了，很屎。好 ，OK， 兄弟们，这个造型啥各方面玩法都讲过了，接下来看一下可动性方面。脑袋这里左右摇晃说过了，肩膀部分旋转没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里面有零件断掉了，还是怎么着的。这个模具原来有齿轮关节，你们听到了吗？有齿轮关节，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啊？然后但是另外一个胳膊就没有了，何意味？啥玩意儿？然后肩膀部分平抬，幅度是挺高的，你可以借助变形原因这样抬，也可以直接先把这里收进去。白了，不对，好像裂了，坏了。孩子们又裂了，我操！这里别到了，直接别开了，系兄弟，系，就这个凸起，就这个小凸起，它直接别开就把这里别烂了，操！然后就平抬啊，这是正常的平抬。然后手臂的这个旋转啊，在这里转的这个幅度有限，不过也够用了。曲肘变形原因，这个曲肘的幅度还是挺大的，还是挺大。虽然裂了一边，但不太影响把玩，还至少确实质量还行啊。就这个地方没裂的地方还能撑得住。手腕部分是可以转一转的，但很紧，而且也有白痕。你看一下，我这个虽然打火机烧了烧，但是依然是有一点这个白痕的，就很难崩。然后这里的话是变形原因，可以把往里面折一点。腰部有腰转，这是我很喜欢这个09堕落金刚的一个原因，因为有腰转，所以玩起来真的很舒服。然后下肢呢是一个齿轮关节的前踢，这就包是弹簧齿轮的兄弟，这个结构弹簧齿轮。后踢的话就踢不了，因为是有造型干涉了，踢得很勉强。这里的话是变形原因，可以这么来回摆一摆。膝盖部分的旋转是有的啊，这个是应该严谨一点说，这个大腿部分的平转啊，但是在膝盖这里。同时呢，脚部是没有接地的，说是没有接地也不完全是，因为得益于这里的一个旋转的设计，这个脚的接地性其实可以配合上膝盖部分的旋转，来做到一个相对来说
也算是全脚掌接地的一个效果，这站立性还是能保证的这么个情况。然后OK，以上就是这个模具全部的可动性了。接下来呢，展示一下变形。其实我有点不太想展示变形，我感觉我再变它又要哪里又要裂开了。哎，算了，难得做一期视频，反正这玩意儿也就占柜子了，以后都估计不会拿出来玩了，太奇葩了，质量太抽象了。那它的变形呢非常简单啊，第一步这里把这个把这个机头给它翻下来，翻来之后这里转一圈啊，转一圈，然后把这个头盔呢给它重新的扣上去啊，给它扣上去。虽然这个头盔确实很容易掉就是的，扣上去之后记得把这个脑袋抬起来啊，这里要说一下，确实是要抬起来的，因为原本这个弹簧关节是要给肩膀部分这个零件来做一个避让的。然后这里的这个变形就很简单了，把这个软胶尖把它往后推，然后这里的2个零件啊给它往里扣，扣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我的建议是轻轻的往上提，虽然已经明显看到这里也裂开了，操你妈，这里也裂开了，是这样往上提进去之后，这样往里一折 OK 搞进去。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往上对着脚往上提啊，往上提一下，然后再往里折 OK， 裂了吗？白了，好，没话说兄弟。然后这里折，往里折 OK 折，但是不要往里折到底啊，它是折到一个什么位置呢？折到一个这个手臂能跟正前方是持平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啊，这里有一个凸起，利用这里的凹槽，你运用手臂部分的这个双段关节把它扣进去，不用扣得太紧，因为这个凸起的质量也很垃圾。我记得我那个红色版本的就直接断掉了，所以说大家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不管是啥模具都是这样的，不管是啥版本的堕落金刚都是这样的。然后这里我都忘变了，把这玩意儿给它提上来，提上来之后折下去，手折下去，然后再给它摁回去 OK， 这边一边就算变形完成了。我个人更喜欢稍微张扬一点，把它往上提一点点，这样会更好看一点。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双段关节折进去之后，把这个手算了先复位吧，先复位，然后把它折进去之后，把这个零件往上提上去，稍微翘一点，好 OK 搞定啊，多少调整一下这个位置啊，不要让它看起来特别的歪。之后呢，我们把这里折一下之后是什么样的效果呢？是要把它整个的翻下去，然后这里推平之前先折这里啊，先折这个膝盖这里，把它折完之后这样怼进去，这样稍微弯一点点怼进去，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裂了。怼进去之后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就先把这里折一下怼进去，变形非常简单，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演示这么慢，明明掰2下就掰好了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腿部啊，这个堕落金刚这个模具腿部的卡扣啊，不要考虑扣紧，得益于这个玩具本身的关节还算紧实，所以你完全没必要冒着卡扣断裂的风险，非要把这个凸起塞到这个凹槽里面。我就是因为硬塞啊，这里虽然没断，但是这里裂开了，你看这豁呢，我头疼，我真头疼。好，这里我就不硬塞了，我已经不想在这个什么难崩了，难受了，说是就这样放到这个效果，然后把这里往外头掰一点点啊，我喜欢这个样子。然后把这边2个小的软胶件给它翻上来，当成侧边的机翼。那这款09 HFTD 版本的这个堕落金刚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载具呢依然不知所谓，不过至少看着像个飞机就是了。效果吧见仁见智，质量吧也确实就这么回事。如果你对这个模具感兴趣的话，个人建议入手的价格是200块钱出头，再贵真没必要。不行，你先100出头买个 SS 对吧？ SSL 级呢，趁着价格便宜先买个 SS 对不对？没必要非得买这逼老玩意儿。好吧，那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观众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啊，对，忘说了，它这里是有个起落架的，在这个地方把它翻出来。先说一下，这个飞机看起来机翼展有点太宽的原因是大家老师没把这里扣死。为什么不扣死呢？问题我已经不太想说第10遍了，就这个地方会裂，兄弟，我真不想把这玩意儿扣死。好，就到这儿了，拜拜。